蓝景怡嘴巴痒痒，什么邪魔外道，人家救了你外甥，你一来就拿那破鞭子抽人家，还说人家邪魔外道，能不能有点脸？江婉莹看着蓝景怡，气得又吐了一口血，转头看向蓝启仁，蓝先生，这就是你们蓝家的家教吗？蓝启仁，景怡说的没有错呀。蓝景怡、蓝思追跟着蓝启仁回了云深不知处，一路上蓝启仁一直很沉默。蓝景怡，叔公，您怎么了？蓝启仁觉得自己这辈子像个笑话。蓝景怡有些懵，怎么会？叔公不是桃李满天下吗？蓝启仁苦笑一声，我总是躲在云深不知处不出去，这次出来了才发现，我教过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。江婉莹是真的恶心到了蓝启仁。蓝景怡，叔公，你也别难过，江宗主就那样，我们这次出来听说了他好多，什么滥杀无辜了，非死不出了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不是因为叔公的缘故。蓝启仁叹了一口气，他这些年一直很累，他固执地认为是魏无羡带坏了他的侄子，忘机打伤蓝家33位长老，被罚33道戒鞭，他不是不心疼，心疼过后他就更恨魏无羡了。前几天他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，为什么当年蓝曦臣要回去带了33位内门长老去找蓝忘机？蓝启仁被这一问，问得有些懵了。对呀，为什么？当年不夜天，只有他和曦臣去了，忘机带着魏无羡逃跑，曦臣为什么还要回蓝氏请一直在闭关的长老们出关？他正好堵住了一直在金陵台不着家的蓝曦臣。问出了这个问题，蓝曦臣的回答是，阿瑶说魏无羡可能会暴起伤害忘机，需要多带些人营救，在他的提议下，我请出了咱们内门的长老们。蓝启仁沉默了，看了一眼大脑被阿瑶糊住的大侄子，他若还不懂，他便是个傻子。可是如今的蓝氏不能跟金家撕破脸，蓝氏与金氏已经合作了10几年，因为蓝曦臣两家亲如一家，各种生意都有合作，他如何与金家撕破脸？还有曦臣，因为忘机的缘故，他还怀疑过曦臣喜欢那个金光瑶，可是当年金光瑶成亲的时候，他没在曦臣脸上看到一丝丝的难过，反而看到的都是自家兄弟成亲了的那种喜悦感。当年金光瑶的孩子出生之后，曦臣还挺喜欢的，经常去金陵台抱着那孩子。景怡他都没那么抱过。那孩子死的时候，曦臣也是伤心的不行，蓝启仁真的不太理解他的这个大侄子了。回到了云深不知处，蓝启仁拿着那根断臂，开始问灵，结果断臂怨气太重，直接让蓝启仁受了重伤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因为断臂之事也回了蓝氏，正好救了差点被断臂搞死的蓝启仁。蓝忘机是元婴，甚至没有祭出忘机琴，直接用灵力就安抚住了断臂。蓝曦臣急急忙忙地赶回云深不知处，看到了蓝忘机，又看到了一旁昏迷的蓝启仁，赶紧过去抱住蓝启仁，叔父，这是怎么了？蓝忘机看着断臂，被他所伤。蓝曦臣觉得这条胳膊有些眼熟，心里有些怀疑，上前仔细打量，心里有个想法，惊恐道，不可能。怎么可能是大哥？蓝忘机抬头，兄长说是赤峰尊。魏无羡是魂体在蓝忘机旁边站着，赤峰尊。我突然对幕后之人是谁有了想法。魏无羡看到躲在云深不知处不远处的温宁，在温宁脑袋后抽出了3根刺芦钉，温宁的眼白中露出了黑色瞳孔。温宁，公子。魏无羡突然歪着头笑了，好久不见。温宁突然就要跪下，可是有一股力量控制着他，他根本跪不下去。魏无羡嘴角笑意未减，温宁啊，你怎么永远不明白呢？对不起我的只有我自己，还有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温宁还想磕磕绊绊地说些什么，被魏无羡堵了回去。行了，对了，阿苑还在呢，等什么时候他出来夜猎了，我带他给你看看。温宁愣愣的，阿苑。魏无羡叹了一口气，对了，你既然没死，你的墓就没必要了，走吧，也正好让你。魏无羡有些说不下去了。3人一起来到了那个山谷，温宁看着坐落在山谷后面大大小小的坟包，跪到了属于温情的那座。魏无羡跟着温宁一起跪下了，看着旁边的温宁之墓，这座坟，温宁，留着吧，我本来就不算活着。魏无羡眼眶有些红，声音有些哽咽，好。他复活第一件事
就是带着蓝忘机去了乱葬岗，从里面捞出了温家老小的尸体。他和蓝忘机一起度化了他们，只留下了一大捧骨灰，他们带了回来。蓝忘机在一旁的空地压了一个大坑，拿出来之前在城镇中买好的棺材，把风恶乾坤袋里的莫玄羽放了进去，埋好了。魏无羡给莫玄羽立了碑，温宁不肯起来，魏无羡跟着蓝忘机回了他们的小木屋。魏无羡看着后山那50座坟，蓝湛，我们以后就埋那里好不好？我想跟你埋一起。蓝忘机心口一疼，好。他的家人不会接受魏婴，那么他以后也不屑于埋在蓝家祖坟。魏无羡突然来了兴趣，那我们一定要提前找好一个地方，埋在最美的地方。